他立我为后内业，赐我一碗蕨子药，朕只需你做个摆设。我含笑饮尽，转身将药渣埋入他最宠贵妃的牡丹下。3年后，贵妃不孕，他膝下无嗣，朝堂动荡。他醉醺醺掐我下巴，若你有所出，朕或许会爱你。我抚着威龙小腹轻笑，臣妾不能生，但陛下，您的贵妃、婕妤、美人们都能。他愕然，我拍拍手，心腹抱出5、6个婴孩，眉眼皆似他。看，这些都是您的皇子皇女、生母吗？我指向冷宫方向，是那些被您废弃、赐死的罪妇。他如遭雷击，我方缓缓起身，褪去温顺伪装，牵起其中最像他的那个孩子。太子，该拜见你父皇了。他吐血倒地，嘶吼：毒妇！你何时？我俯视他，从您说摆设那刻起。最终，我垂帘听政，他瘫坐龙椅旁，成了真正的摆设。大仇的报，君临天下。下一瞬，我回到了被赐蕨子药那晚，循环往复。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他立我为后内业，殿内红烛高照，映着满室的喜庆，却暖不了我半分。阴沉手里端着一碗漆黑的药，递到我面前。他声音无波无澜，像一潭深冬的寒水。喝了它，朕只需你做个摆设，你不配有朕的子嗣。心底的最后一丝暖意被这句话彻底浇灭。这场联姻缘就是一场交易，我早有准备，却未料到羞辱来得如此直接，如此刻骨。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抬起眼望向他，然后我笑了，笑得温顺，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受宠若惊。臣妾谢陛下恩典。我伸出双手接过那只沉甸甸的玉碗，动作从容，仿佛接过的不是断子绝孙的苦药，而是琼浆玉液。仰头一饮而尽，药之极苦，苦得我舌尖发麻，心头发颤，可我脸上的笑意却愈发完美无瑕。阴沉似乎有些意外，她许是没见过饮下蕨子汤还能笑出来的女子，但她那点意外很快就被更深的冷漠取代。她拂袖而去，背影决绝。我静静看着她消失在殿门外，眼中的温顺瞬间凝成深渊。摆设？好，我就让你看看，摆设也能要了你的命。确认四下无人，我用指尖小心翼翼地将碗底的药渣刮下，用一方干净的素帕细细包好。我唤来我的心腹侍女清代。清代，我压低声音在她耳边吩咐，想个万全的法子，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地埋进贵妃宫里那株冠世莫玉的根下。清代的脸色微微发白。娘娘，这……我知她所想。白莲儿，深受帝宠的贵妃，是阴沉放在心尖上的人。她宫里的那株墨色牡丹，更是她自己的心头肉。我早就留意到，白莲儿最喜用这株牡丹的花瓣来熏香、沐浴，甚至泡茶。药渣埋入土中，药性便会随着根茎一点点渗入那些娇艳的花瓣里。陛下不是最重子嗣吗？我看着清代，一字一句道：不是觉得我不配吗？那我就让他最心爱的人也尝尝这求而不得的滋味。清代不再多言，只重重点了点头。他接过药渣，身影很快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我走到菱花镜前，望着镜中一身嫁衣的自己。我抬手轻轻抚上自己平坦的小腹，唇角勾起一抹冰冷而诡异的弧度。光阴似水，一晃3年。这3年，我安分守己，将一个摆设皇后做得尽善尽美。宫中人人都道我性子温顺，毫无威胁，就连阴沉似乎也渐渐忘了我的存在。后宫的气氛却一日比一日微妙。贵妃白莲儿盛宠依旧，但她眉宇间的玉色却怎么也藏不住了。她无子，这成了她最大的心病。宫女们在私下里窃窃私语，说贵妃娘娘便请名医，又拜遍了满天神佛，可她的肚子始终没有半点动静。她的脾气也因此变得愈发暴躁，而阴沉也开始烦闷。他膝下空虚，前朝的臣子们奏折上一封又一封。江山无后是动摇国本的大事，他来我这凤仪宫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有时他只是枯坐着，一言不发。他依旧不怎么看我，
但眉眼间的焦躁却骗不了人。我便如往常一般，扮演着我的温顺摆设，为他奉上一盏清新安神的茶，再用最轻柔的语气宽慰他：陛下宽心，许是缘分未到。贵妃妹妹如此得您爱重，上苍必会眷顾的。每当此时，我都能看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阴霾。我知道我的每一句宽慰都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她心上。真好，我的仇人开始不好过了。但这还远远不够。我的棋局不止白莲这一颗棋子。我利用中宫的权柄，虽是摆设，但名义上的权力还在。我以为陛下祈福为江山赦免的名义，暗中关照着冷宫，那里住着一群被阴沉遗忘的女人。她们曾也如花美眷，却因各种缘由被他厌弃，被他废黜。有的曾怀着身孕，却被阴私手段害了孩；有的生下了孩却被夺走或意外夭折。他们的恨比我的更深更沉。我为他们送去衣食，送去药材，送去一丝活下去的希望。其中一位姓林的废嫔被打入冷宫时已有了1月身孕，只是她自己也不知道。冷宫的日子艰难，她受尽折磨，险些小产。是我暗中派了最可靠的稳婆前去，用金针和汤药，才勉强保住了她腹中那条小生命。10月后，她诞下一个男婴。我透过清代的手，将那孩子秘密带出，安置在宫外一处绝对稳妥的宅院里。我看着襁褓中那个小小的婴孩，他有一双酷似阴沉的眉眼。阴沉，你不要的，不配有的，我都要。他们将来会是你最想要的礼物。那一日，阴沉又因立储之事与朝臣在殿上争执，他带着一身酒气，踉踉跄跄地闯进了我的凤仪宫。月光下，他的眼眶泛红，情绪失控。他一把掐住我的下巴，力道大得骇人。酒气喷在我的脸上，他说的话带着一丝施舍，一丝自嘲。秦书若是你能生，朕或许会试着爱你。他的话像一个天大的笑话。我没有动怒，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然后我轻轻拨开他的手，我低下头，抬手抚上自己的小腹。这个动作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温柔与慈爱。我看到阴沉的醉眼瞬间清明了几分，闪过一丝错愕与期待。我笑了，笑得意味深长。陛下，臣妾饮过您亲赐的蕨子汤，此生自然是不能生的。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那丝不易察觉的悔意与恼怒被我尽收眼底。我却话锋一转，笑容愈发灿烂。我的目光越过他，望向窗外那片广阔的宫宇。但是陛下，您的贵妃、婕妤、美人们，她们可是都能生的呀。阴沉彻底怔住了，他没听懂我话里的深意，只觉得我在讥讽他。他正要发作，我却不再看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手。清脆的掌声在寂静的宫殿里显得格外清晰。清代领着几个面生的奶嬷嬷鱼贯而入，他们每人怀里都抱着一个孩子，大的瞧着已能走稳，小的还在襁褓之中，足足5、6个。孩子们或睡或醒，咿咿呀呀，粉雕玉琢，分外康健。殿内的酒气似乎瞬间被这股奶香冲散了，阴沉的酒也彻底醒了。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群孩子，看着他们那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与自己一般无二的眉眼。他的身体开始发抖，嘴唇哆嗦着。我走到他面前，声音平稳得像一汪静水，却在他耳中炸响如雷。看，陛下，这些都是您的皇子皇女，龙翼兴旺，您该高兴才是。阴沉的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像一头被困的野兽。他指着那些孩子，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你从哪里弄来的？是谁生的？是谁？我抬起手，遥遥指向皇宫西北角的方向。那是冷宫所在。我的语气淬着冰，也带着这些年积攒的所有恨意。生母吗？自然是那些被您废弃、赐死、打入冷宫永不叙用的罪妇们。这几个字仿佛一道惊雷，直直劈在阴沉的头顶。他面色惨白如纸，踉跄着向后退了2步。他指着我，眼中满是惊恐与不可置信。你这个毒妇！
你何时开始的？我缓缓站直了身子，这些年温顺恭谦的伪装，在这一刻尽数褪去。我看着他，凤眸锐利如刀。我一步一步向他走近。陛下问臣妾是何时开始的？我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句句诛心。从您说臣妾只是个摆设那刻起，从您亲手将那碗蕨子汤递到臣妾面前那刻起，阴沉的瞳孔剧烈的收缩。我走到他面前，俯视着他因恐惧而扭曲的脸。您忘了，摆设摔碎了能伤人，摆设用的巧了也能勒死人。您亲手打造的这座华美凤巢，早已被您自己的冷酷与猜忌蛀空了心，而您选中的这个最安分的摆设，才是最终为您送葬的掘墓人。我的话音刚落，便牵起离我最近的那个孩子，他已经3岁了，眉眼最像阴沉。我蹲下身，用最温柔的声音对他说：太子，去拜见你的父皇。父皇2字成了压垮阴沉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想嘶吼，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呵呵的破响，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含笑看着他，声音轻柔如雨：陛下，方才那盏清心茶滋味如何？那是我为您精心调配的，能让您从此不必再为国事烦忧，安安静静的当一辈子摆设。他眼中迸出无尽的惊恐与怨毒，身子一软，彻底瘫倒在地，四肢百骸再不听使唤。殿门被推开，御林军鱼贯而入，迅速控制了局面。他们早已是我的人。我冷漠地俯瞰着地上狼狈不堪的阴沉，然后抱着新立的太子，一步一步走向那张象征着至高权力的龙椅。我转身，垂下眼帘，听着身后朝臣们山呼万岁的声音，而阴沉被狼狈地搀扶起来，安置在龙椅旁一个特设的小座上。他眼神空洞，形同枯槁，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人问津的摆设。我的目光扫过阶下百官，声音清晰而冷静，传遍了整座金銮殿。诸位大人，往后朝政，由本宫与太子决断。我顿了顿，瞥了一眼身边那个失魂落魄的人。至于陛下，陛下龙体欠安，需静养。怀中的小太子依偎着我，稚嫩地学着我的话。静养。朝堂之下暗流涌动，但我知道属于我的时代已然开启。原来这世间最高的复仇，是让他毕生追求的血脉成了颠覆他江山的那把最锋利的刃。我站在权力的顶峰，俯瞰着匍匐在地的百官和那个瘫软在御座旁眼神空洞的阴沉。3年的隐忍，10年的谋划，终于换来这极致的快意。大仇得报，江山在握，心中涌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满足。然而就在我志得意满，准备享受这胜利果实的瞬间，眼前的金銮殿开始扭曲模糊，朝臣们的脸如同水墨画般晕开，玉座上的明黄变得刺眼，最终一切都化为一片混沌的黑暗，仿佛沉入一场大梦，又猛然惊醒。我再睁开眼，眼前是跳动着的红烛高照的新婚夜，耳边响起了那个我以为再也听不到的冰冷彻骨如同梦魇般熟悉的声音。喝了它。我僵硬地转过头，阴沉就站在我面前，手中端着那碗漆黑的药，浓郁的苦涩气味混杂着龙涎香冲入我的鼻腔，几乎让我窒息。不，滔天的恨意与恐惧如同岩浆瞬间从我心底喷发，几乎要将我的理智烧成灰烬。我不是成功了吗？我不是已经将它踩在脚下，让它成了真正的摆设了吗？为什么又要重来一次？这无尽的循环，这无间的地狱，到底是什么？我再次经历这一切，这一次我带着更深的恨意，更决绝的手段。我省去了所有铺垫，在大婚当夜就用藏在指甲缝里的毒结果了他。看着他倒下的身影，我感到一丝扭曲的快意，但下一瞬我又回到了这里。红烛、喜服、他和那碗药，我联合朝臣发动宫变，将他废黜，囚禁在一方小小的宫院里，日日折磨。我又回来了。我扶持宗室子弟，将他和白莲一同贬为庶人，让他们受尽世人屈辱，在泥泞里挣扎求生。
我还是回来了。无论我成功多少次，无论我用何种方式赢，最终都会再次回到这个原点，回到这碗蕨子药前。我像一头被自己恨意囚禁的困兽，在一次比一次更残忍的复仇中变得麻木、疲惫。我的灵魂仿佛被这无尽的恨意掏空了，只剩下茫然。复仇并未带来解脱，又一次重生。我看着阴沉，看着他递来的药碗。这一次，我第一次没有立刻去接，一种深切的、源自灵魂深处的疲惫感席卷了我。我杀他，已经杀得倦了。这一次，我带着前面所有循环的模糊记忆和那份深入骨髓的倦怠感，再次睁开了眼。又是这个新婚夜，阴沉依旧递来那碗药，说着那句不变的台词。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内心充满愤怒与算计，我只是用一种近乎空洞的眼神，静静地看着他。然后我平静地问：陛下，这碗药，这皇后之位，乃至这江山，这真的是您想要的吗？我的声音很轻，却让阴沉端着药碗的手机不可察地微微一颤。我的眼神里或许流露出了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悲悯，不是对他，而是对我们这无尽循环、互相折磨的命运的悲悯。他眼中的困惑和动摇一闪而过，很快被惯有的冷漠覆盖。休得多言，喝下。我接过了药，没有喝，只是放在一旁。这一世，我决定什么都不做了。我倦了，也累了。我不再去算计白莲儿，也不再刻意争宠夺权。我只是像一个真正的摆设一样，待在我的凤仪宫里，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一次宫宴，白莲儿遭其他妃嫔设计陷害，被当众指责衣衫不洁，失了体统。她涨红了脸，渲然欲泣。阴沉面色不悦，却也不好发作。我鬼使神差地端起酒杯，淡淡开口：不过是沾了些酒渍，何必如此大惊小怪？贵妃妹妹心善，许是替哪位姐妹挡了灾，也是有的。我替她解了围。全场愕然，白莲儿更是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她习惯了与我为敌，我的突然善意让她不知所措。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白莲儿竟独自一人来到了我的宫中。她平退左右，直直地向我跪下，泪流满面。娘娘，臣妾对不起您。以往是臣妾糊涂。她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些我从未听过的话。陛下他心里其实也苦。先帝遗诏，先帝遗诏4个字，像一把钥匙，猛地打开了我认知里一扇尘封的门。我开始利用秦家的资源和之前无数次轮回中获得的信息，暗中调查。零碎的线索在我脑中逐渐拼凑。阴沉的皇位得来不易，伴随着血洗和阴谋。而那份神秘的先帝遗诏，不仅暗示要防范我秦氏女，似乎还对阴沉本人有着更为苛刻的约束。我和他难道都只是这巨大棋局中身不由己的棋子？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冰寒，却又隐隐生出一丝异样的感觉。调查的结果如同一盆冰水，将我从恨意的火焰中彻底浇醒。先帝遗诏的核心并非单纯针对我，而是要求阴沉必须做一个绝情绝性的君王。他不能对任何女子动真心，尤其要警惕那些能影响他情绪，可能借助外戚势力动摇江山的女子，比如富可敌国的秦家女我。他必须表现得冷酷无情，才能坐稳地位，才能避免被虎视眈眈的宗室和权臣抓住任何弱点。他之前的冷漠，他赐下的那碗药，竟是在用一种扭曲的方式保护他自己。或许也有那么一丝丝，是想让我彻底死心，以免卷入更深的漩涡。我忽然明白了，单纯的复仇永远无法打破这个循环。我和阴沉的业力纠缠，源于我们都在权力的压迫下，用最锋利的刺去伤害对方。我们从未真正理解过彼此。这一世，我决定彻底改变。我不再执着于后宫争斗，更不再执着于向阴沉复仇。我开始运用秦家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商路，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南方水患，我匿名捐出巨款，组织粮草药品，高效地直达灾区。北方饥荒，我出资修建水利，推广新式农具。我在各地兴办女学，让那些贫寒人家的女儿也有读书识字的机会。
我的名声在民间悄然鹊起，百姓称我为活菩萨，女中尧舜。这些赞誉也逐渐传回了宫廷。阴沉看我的眼神变了，从最初的警惕、不解，慢慢变为困惑、震惊，最后是难以掩饰的震撼和一种逐渐复苏的倾慕。他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我了。他开始在朝堂上力排众议，支持我提出的各项利国利民的政见。我们之间竟然出现了一种诡异而前所未有的默契。我们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帝后，而是成了治理这片江山上最合拍的搭档。他尊重我的智慧，我利用他的权力。一次，为了赈灾的一项新政，我们彻夜商讨。烛火下，他看着我疲惫却依旧神采奕奕的侧脸，忽然轻声说：“秦书，朕以前。”他的话没说完，但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有着明显的悔意和一种全新的、我从未见过的柔软情感。我的心房在这一刻悄然裂开了一丝缝隙。时光荏苒，我们真正做到了并肩治国。这江山在他的铁腕和我的志气下愈发繁盛，我们的感情也在这种磨合与相互欣赏中日益深厚。他遣散了后宫，只留下白莲儿作为一个象征。他也早已对我心服口服，再无半分威胁。他用尽一切办法为我寻医问药，弥补曾经的伤害。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年老崩逝前紧紧握着我的手，那双手不再是记忆中冰冷无情的模样，而是充满了岁月的温暖。他看着我，眼中不再是偏执与猜忌，而是平和与爱意。舒儿，这一世终究是朕亏欠你太多，若有来世，盼你我生在寻常百姓家，做一对寻常夫妻，白头偕老。我看着他，心中已无半分恨意，只有一片平静和淡淡的告别的悲伤。我死后，魂魄并未立刻进入轮回，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意识，看到了我和阴沉之间那条纠缠了几世的黑色的业力丝线。因为这一世的相互理解和共同的善业，那黑色的纠缠的丝线终于开始一点点消散、融化。我明白了，无尽仇恨的解药确实不是更深的仇恨，而是爱与慈悲。我知道这痛苦的循环终于结束了，意识再次苏醒，没有宫廷的奢华，没有压抑的氛围。我闻到的是淡淡的炊烟味，听到的是街坊邻居的嘈杂声。我睁开眼，看到的是朴素的带着浆洗味道的纱帐。一个温柔的声音在门外响起：“舒丫头醒啦，快起来，隔壁你陈哥哥爬树给你摘了枣子，在门口等你呢。”我怔住了。舒丫头，陈哥哥。我走到一面模糊的铜镜前，里面是一张稚嫩却眼带沧桑的脸。我推开门，阳光正好，暖得不像话。一个穿着粗布衣裳却眉目清俊的少年正站在院墙下，他手里捧着一把鲜红的枣子，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带着几分紧张和藏不住的欢喜。那眉眼分明就是年少版的阴沉。他见我出来，脸微微一红，把枣子往前一递：“给你的。”我看着他，看着这完全不同的开场，心中涌起一股巨大而陌生的暖流和酸楚。他似乎也带着某种记忆，他这一世会怎样？我接过枣子，咬了一口，真甜。然后我对他露出了一个真正属于这个年纪的释然而灿烂的笑容。谢谢，陈哥哥。我们真的成了形影不离的青梅竹马。他沉默寡言，却对我极致呵护。我爬树掏鸟窝，他就在树下张开双臂，一脸紧张地准备接着我。我贪玩晚归，他会提着一盏小小的灯笼，寻遍大街小巷。找到我后也不责骂，只轻轻拍掉我身上的灰，然后牵着我的手，默默送我回家。他会把所有好吃的都留给我，自己只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先生罚我抄书，他会熬夜模仿我的笔记，帮我抄写大半。第二天，顶着一双兔子似的红眼睛，被先生发现，与我一起罚站。我能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带着超乎这个年纪的专注和一种失而复得的小心翼翼。他仿佛也带着前世模糊的记忆，在用他自己的方式笨拙地弥补着什么。这种认知让我心头酸涩，又无比温暖。然而
岁月静好，只是假象。我是商户之女，家中虽还算殷实，但在看重士农工商的世俗眼里，仍是低人一等。而他这一世姓陈名陈，家境有些没落，却像是书香门第，带着一股清高。街坊的小孩有时会跟在我们身后起哄，羞羞羞，陈晨又要去找他的商贾小媳妇喽。舒丫头以后就是满身铜锈的老板娘。一次，几个长舌妇在巷口议论，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飘进我们耳朵里。陈家那小子模样是好，可惜喽，跟秦家丫头混在一起，能有什么出息？就是秦家再有钱，也是贱业，以后生的孩子都不能可考。阴沉的脸色瞬间白了，拳头死死攥紧。我看着他，前世被人指着鼻子骂商户女低贱，不堪为后的回忆猛地刺入脑海。虽然这一世父母疼爱，但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轻蔑，依然让我呼吸困难。阴沉猛地抬头看向那些妇人，他的眼神冷得吓人，竟带着一丝前世帝王的威压。他拉起我的手，一字一句地对他们说：他最好，什么都好。再让我听到一句，试试看。那些妇人被他吓得噤了声，我却看到他拉着我的手在微微颤抖。他在害怕，害怕这一世依旧无法护我周全吗？阴沉的维护让我心头剧震，我们之间的关系愈发微妙。及笄礼上，他脸红如血，递来一只他亲手雕的木簪，簪头是一朵小小的牡丹。他结结巴巴地说：聘礼以后补更好的。我笑着接过，戴在发间，问他：陈哥哥，不怕我家是商户，低贱吗？他愣住了，眼中掠过一丝前世般的刺痛，随即无比坚定。胡说，你最好，什么都好。这一刻，仿佛前世今生重叠，我的心房彻底松动。我们约定好，等他考取功名，就来我家提亲。然而，阻碍并非只来自外界。阴沉的母亲，一位看似温婉实则固执的妇人，发现了我们的情愫和那只木簪。她单独找我谈话，语气温柔，却字字如刀。舒丫头，你是个好孩子，婶婶喜欢你。但成儿，他不能娶你。我们家虽清贫，却世代清流，断不能娶商贾之女，误他前程，辱没门楣。以爱为名的伤害，往往最是伤人。他甚至找来阴沉，以死相逼，哭诉自己含辛茹苦，绝不能看他自毁前程。阴沉跪在他面前，脸色惨白，痛苦得浑身发抖。接着，我父母也被施压，他们虽疼我，却也惧怕人言，担忧我嫁过去会受尽委屈，开始委婉地劝我疏远阴沉。一夜之间，所有温情脉脉的面具都被撕得粉碎，现实的冰冷与残酷令人窒息。我们两人被至亲的爱牢牢地捆绑住，动弹不得。阴沉被禁足在家中苦读，我则被父母看着，不许出门。某个大雨滂沱的夜里，他浑身湿透，翻墙来到了我的窗外。隔着一道冰冷的窗棂，他的眼睛通红，声音嘶哑：舒儿，对不起，我……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被先帝遗诏束缚住手脚的无能为力的帝王。我看着他在雨中狼狈不堪的模样，心碎成了一片一片。难道这一世，我们依旧逃不开这命运的捉弄吗？短暂的痛苦和绝望后，前世那个运筹帷幄的情书在我体内彻底苏醒。我忽然明白了，期待别人，无论是父母还是爱人，来冲破枷锁拯救自己，是虚幻的。真正的幸福需要自己去争取，去定义。我没有哭闹，也没有绝食，我异常冷静地先与父母进行了一次深谈。爹娘，你们是希望我嫁给所谓的高门，日日受气，还是嫁与一个真心待我，我们能自己挣出一条路的人，快活一辈子？商户低贱，但正是这低贱的银钱，让我们家安居乐业，让我能读书明理。路是人走出来的，规矩也是人定的。同时，我让我的贴身丫鬟给阴沉传去一句话：若心意仍坚，便专心科考。功名不为取我，只为你自己安身立命。我等你，但不是无休止的等。我的幸福从不全系于一人之身。我的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阴沉，也让他更加敬重我。他不再与母亲硬碰硬，而是埋头苦读，眼神却愈发坚定。
我也没有闲着。我运用前世带来的商业头脑和管理智慧，开始悄悄帮助家里打理生意。我提出的几个创新点子，让家里的铺子生意愈发兴旺。我向父母证明了，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嫁人。科考放榜那日，阴沉高中举人。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报喜，而是穿着一身崭新的举人袍，跑到我家的铺子前，当着我父母和满街坊邻居的面，郑重地再次向我提亲。没有三媒六聘的盛大仪式，只有他手中的公民文书和他那颗依旧赤诚的心。舒儿，我现在或许依旧给不了你最好的，但我愿用此生努力换你一世安稳笑颜。你愿否？我父母看着他眼中的坚定，又看看我脸上的从容，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阴沉的母亲见儿子心意已决，且已取得功名，又见我家中越发兴旺，我本人也并非无知妇人，最终长叹一声，不再强硬反对。我们终于成了亲，没有10里红妆，只有一间我们自己租下的小小书铺。他写字卖画，我算账经营，日子清贫，却充满了相互扶持的温暖和踏实。夜深人静时，他有时还会从噩梦中惊醒，紧紧地抱住我，喃喃道：幸好是梦。我回抱着他，轻声安抚：只是梦。我们现在很好，我们过着最平淡的日子。他教我写字，写下的第一句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教他算账，告诉他家底虽薄，心明则账轻。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教儿子写字，第一句果然是不负韶华，不负卿。我教女儿算账，也告诉她心明则账轻。生活中仍有琐碎的烦恼，但我们都学会了用理解和包容去化解。爱意浸润在每日的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之中。他再也无需扮演那个冷酷的帝王，无需压抑自己的情感，我也无需工于心计，步步为营。我们只是这世间最平凡的一对夫妻，享受着最平凡的幸福。这种平凡，对经历过几世纠缠的我们而言，就是最大的奢侈和圆满。时光飞逝，我们儿女双全，孙儿绕膝。小小的书铺也变成了城里最大的书局。一个午后，我们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晒太阳，白发苍苍。他握着我的手，粗糙却温暖，不像前世他崩逝前那般冰冷无力。这一世，他的手掌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他侧过头看着我，眼神温柔的能溺死人。舒儿，他轻声说，声音带着老人特有的沙哑，却满是满足。这一世，我如愿了。我靠在他的肩头，看着满院跑闹的孙儿，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我知道，这一次是真的结束了。那纠缠了几世，让我们痛苦不堪的业力循环，终于在这份平淡而真实的爱与被爱中，彻底消融化解了。我们真正解脱了。原来最高级的复仇，不是毁掉对方，而是超越过往，与自己和解，最终获得平静和爱的能力。最高的爽感，并非来自碾压的快意，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安宁与圆满。风吹过庭院，带来远处孩童的欢笑和厨房里饭菜的香气。这就是我们曾用几世业力换来的，寻常人家的一生一世。真好。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